你知道龙抬头为什么要踩龙气吗？我们所熟知的龙抬头要剃头，代表从头开始，一年都有精神头。而我今天想说的是，龙抬头的真正意义是，这一天正好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一宿角宿从地平线上升起了，也是易经中说的现龙在田，田指的就是地平线了。所以龙抬头以及中华文化的源头，都是来自于古人夜观天象，顺天应地，观天授时定位出来了空间，总结出来的时间的古天文学知识，也正是古人智慧的宇宙观推演出来了天文历法，成就了今天的中华文化。我们的古人以北极星为中心，按东西南北划分为四象，即是东方苍龙，西方白虎，南方朱雀，北方玄武。这四象又各包含了七宿，加在一起正是28星宿。正所谓天之四灵，以正四方。而今天说的龙抬头踩龙气，也要从东方苍龙七宿说起。这七宿分别是角、亢、地、房、心、尾、鸡。角指的就是龙头上的角，亢就是喉咙，地就是龙爪，房就是龙腹，心就是龙的心脏，而尾、鸡当然就是龙尾的部分了。而2月2这一天，指的就是苍龙七宿的第一宿角宿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正在抬头。在此之前的整个冬天，东方七宿都隐藏在了地平线之下，我们是看不到的。易经中称这个时期为潜龙勿用，对应人就要养精蓄锐，谦虚低调。而角宿升起的这一天，2月2龙抬头，就是现龙在田，就要励志，要不懈的努力，才能迎来君子终日乾乾的9三爻。终日乾乾就是蒸蒸日上，对于我们的人，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，要勤奋，而接下来才能迎来或跃在渊的9四爻。而这个时候不能骄傲，更不能狂妄，才能迎来飞龙在天的9五之象。而对于一年，飞龙在天正是盛夏时节，而盛极必衰，那这个规律我们都知道，所以就有了96的亢龙有悔。所以易经中的乾卦记录的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，讲的也是一个事物从发生到繁荣，这也是元亨利贞的整个过程。而人们后来根据易经的推理和因果，预测出了人世间事物的发展规律，这就是术数和占卜了。所以龙抬头在卦象中属吉兆，乃生发之象。而2月2龙绞出来了，现龙在田了，也正是修身养性的好时节。人们也借此以及对龙图腾的崇拜，那想转运，所以古人在这一天都要踩龙气，就是早上卯时5点钟到7点，面朝东方，深深地吸一口最新的仙气，向阳而立，练功吐纳，会带来一年的吉祥。希望龙抬头这一天，神龙赐福，五谷丰登，人间平安，不负春光，
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，让我们一起通过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，探寻隐藏在2月2这个盛大节日背后的巨大能量，以最为正确的仪式和姿势，过一个充满欢乐的节日，图个吉祥如意好兆头。农历的2月初2，俗称龙抬头、青龙节，亦称春龙节、春耕节、万神都会、土地神诞日，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之一。中国民间认为龙是吉祥之物，和风化雨的主宰，而农历2月2这天是龙欲升天的日子。从节气上说，农历2月初正处在雨水、惊蛰和春分之间。我国很多地方已开始进入雨季，会举行敬龙祈雨、放生，以求一年吉祥丰收。2月2起源于三皇之首伏羲氏时期。伏羲氏重农桑，务耕田，每年2月2这天，皇娘送饭，御驾亲耕，自理1亩3分地。后来皇帝唐尧、虞舜、夏禹纷纷效法先王，到周武王不仅沿袭了这一传统做法，而且还当作一项重要的国策来实行。于2月初2举行重大仪式，让文武百官都亲耕1亩3分地，所以这一天又被称为春耕节。农是节，龙抬头，万物生发，昂首挺胸，扬眉吐气的意思。故自古以来，人们也把2月2这天作为了一个辞旧迎新、转来好运的日子。2月2为何龙抬头？农历2月初2，我国民间有2月2龙抬头的谚语，表示春季来临，万物复苏，蛰龙开始活动，预示一年的农事活动即将开始。在北方，2月2又叫龙抬头日，亦称春龙节；在南方叫踏青节，古称挑菜节。大约从唐朝开始，中国人就有过2月2的习俗。据资料记载，这句话的来历与古代天文学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。全世界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科学思想，来自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。他的一画开天，就是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，用模仿自然现象，以八卦图的形式呈现了对天体运行、事物发展规律的描述。据《周易》和五行、天干地支理论，农历2月属卯月，对应64卦中的第34卦大壮卦。下乾上震象叠，震为雷，乾为天，乾刚震动，天民雷，云雷滚，声势宏大，阳气成壮，万物生长，92贞吉，以终也。所述和农历2月的特征十分相似。中国古代天文学观天模式，在周天黄道确定28个星座，称为28宿。古人将这28个星宿按照东南西北分成4宫，每宫7宿，并按照它们的形象将4宫附会为4种动物。其中东宫7宿
被想象成一条南北伸展的巨龙，由30颗恒星组成。在东方的7个宿分别叫做角、亢、地、房、心、尾、鸡，它们构成一组，称之为东方苍龙。恒星是相对不动的，当地球公转的位置使巨龙星座与太阳处在同一方向时，太阳的光芒就会淹没掉星光，人们就会看不到天上的那条巨龙。而过一段时间以后，地球的位置转移了，巨龙星座又会重新出现，周而复始。古人找到了这个规律，并以它来判断时令。当被称为龙角的东宫7宿的第1宿出现于地平线上的时候，正值春天来临，所以古人将它的出现作为春天的标志。而此时恰逢我国农历2月雨水节气前后，由此产生了2月2龙抬头的说法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诗云：2月2日新雨勤，草芽菜甲一时生。青山细马春年少，10字金头一字行。民间有2月2龙抬头之说，为什么2月初2变龙抬头呢？民俗专家对此进行了解释。据介绍，这种民俗与节令有关。2月初1前后为惊蛰，青蛙、蛇、蚯蚓等许多动物一到冬天便进入冬眠状态，这便是入蛰。到了转年农历2月前后，天气回暖，一些昆虫陆续结束冬眠状态，开始出来活动，似乎是被高照的春阳或震耳的春雷从睡梦中惊醒了一般，因此这个节令名曰惊蛰。民间将蛇又叫小龙。2月2前后，蛇、蚯蚓等结束冬眠，开始活动。民间认为龙是天子的象征，是祥瑞之物，更是风雨的主宰。而2月2则是龙欲升天开始活动的日子，故曰2月2龙抬头。那么为什么不是2月1或2月3呢？民俗专家解释说，这和我们民俗中喜欢双数有关。民俗专家表示，在中国古代，尤其是秦汉及其以前，凡像1月1、2月2、3月3之类的重日多被认为是天地交感、天人相通的日子，因而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人们就需多做祈福、祭祀或是纪念活动，以求得幸福、安康和吉祥。2月2龙抬头，象征着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。那么龙在哪里？它是怎样抬头的？天文专家对此进行了解释。与古代西方天文学不同，中国把恒星划分成为3元和4象7大星区。所谓元就是城墙的意思，3元是紫微垣，象征皇宫；太微垣象征行政机构；天市垣象征繁华街市。这3元环绕着北极星呈三角状排列，在3元外围分布着4象：东苍龙、西白虎、南朱雀、北玄武。也就是说，东方的星象如一条龙，
西方的星象如一只虎，南方的星象如一只大鸟，北方的星象如龟和蛇。由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，天空的星象也随着季节转换。每到冬春之交的傍晚，苍龙显现，春夏之交，玄武升起，夏秋之交，白虎露头，秋冬之交，朱雀上升。苍龙头部角宿上有2颗星，角宿1和角宿2，代表苍龙头上的2只犄角。角宿之后的4颗星是亢宿，亢是龙的咽喉，在咽喉下面有4颗星排列成一个簸箕的形状是低宿，代表着龙爪。龙爪后面的房宿、心宿、尾宿和鸡宿分别代表了龙的心脏和尾巴。2月2龙抬头民间习俗，中华传统节日，作为一种文化设置，是中国人以年度为周期的时间制度安排。每个节日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。在我国传统的时间制度中，以正月为主体，每年1度都要发生世俗与神圣的2度转换。第一次转换是过了腊月就是年，第2次转换是具有出正月标志意义的2月2。这时整个年节至此宣告结束，人们要从春节期间香烟缭绕、恍兮惚兮的氛围中，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的轨道，开始春耕大忙。现实意义在于，我们的身心随着节令的变化开始活跃起来了，就该顺应自然规律，大展拳脚，把良好的想法付诸行动。中国从唐朝就有2月2，运高走，气高阳之说，更有2月2放龙灯、放生、祈福、开运大典等仪式。在北方广泛流传着2月2龙抬头、大仓满、小仓流的民谚，在南方叫踏青节，古称挑菜节。每当春龙节到来，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天早晨，家家户户打着灯笼到河边挑水、放生、放祈福灯，到道观或在家里神堂前供灯、上香、诵经持咒，一天不失行善。这一天，家家户户还要吃面条、炸油糕、爆玉米花、糖炒豆，比作为挑龙头、吃龙胆、金豆开花、龙王升天、星云布雨、五谷丰登，以示吉庆。很多地方起床前，先在神堂前念2月2龙抬头，感恩神龙赐福，感恩道佑众生等。据史料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记载，龙，林中之长，能幽能明，能细能聚，能长能短，春分登天，秋分而前渊。这大概就是春龙节习俗的最早记载。龙抬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应。据说这句话的来历与古代天文学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。农历2月初2，其实更是表示春季来临，万物复苏，蛰龙开始活动，预示一年的农事活动即将开始。在我国的北方，2月2又叫龙抬头日，
亦称春龙节，而在南方叫踏青节，古称挑菜节。据历史记载，大约从唐朝开始，中国人就有过2月2的习俗。其实关于2月初2龙抬头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话说当年武则天篡位，天帝震怒，下令3年内不许向人间降雨，以示惩罚。然而泗水玉龙不忍百姓受灾挨饿，便偷偷降了一场大雨。玉帝得知，将玉龙打下天界，压在一座大山下面，山下还立了一块碑，上写道：龙王降雨犯天规，当受人间千秋罪，要想重登凌霄阁，除非金豆开花时。人们为了拯救玉龙，到处寻找开花的金豆。来年2月初2这一天，人们正在翻晒金黄的玉米种子，猛然想起，这玉米就像金豆，炒开了花，不就是金豆开花吗？于是家家户户都爆玉米花，并在院里设案焚香，供上开花的金豆。玉龙知道这是百姓在救他，就昂首抬头向玉帝喊道：金豆开花了，放我出去。玉帝无可奈何，只好让玉龙回归天庭，继续给人间星云布雨。据说这也是民间2月2吃蝎豆习俗的由来。其实不止这些，我国民间有剃头、祭祀、敬文昌神、吃面条、炸油糕、爆玉米花、吃猪头等习俗。这一天在饮食上也有一定的讲究，因为人们相信龙威大发，所以这一天的饮食多以龙为名。还有吃面条名曰伏龙须，吃米饭是吃龙子，吃馄饨为吃龙眼等等。其实这些习俗寄托了人们祈龙赐福、保佑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。这一天其他习俗也很多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人们在起床前先念2月2，龙抬头，龙不抬头我抬头。起床后还要打着灯笼照房梁，边照边念2月2照房梁，蝎子无功无处藏。有的地方妇女不动针线，怕伤了龙的眼睛；有的地方停止洗衣服，怕伤了龙皮等等。中国人素以龙为图腾，这一天用各种形式仪式祈求神龙赐福，达成美好愿望。从科学角度看，农历2月初2还是惊蛰前后，大地开始解冻，天气逐渐转暖，农民告别农闲，开始下地劳作了。所以古时把2月2又叫做上2日。因此盛行于我国民间的春龙节，在古时又称春耕节。据说这一天如果还没有醒的话，那轰轰隆隆的雷声就要来呼唤他了。3. 土地正神圣诞，暖寿开运招财。2月初2是土地神生日，称土地诞。土地公又称福德正神，是中国道教及民间信仰之一。其供奉的土地庙属于中国分布最广的祭祀建筑，街头巷尾、店铺门口、
家户门口都有供奉，民众尊称为福德正神，保佑着一方土地之内的人物康泰，人口清洁，出入平安。土地公的生日这天，为给土地公暖寿，有些地方有举办土地会的习俗，家家户户到土地庙烧香祭祀，敲锣鼓，放鞭炮为土地公祝寿。每逢2月2土地公诞辰，村里每户人家都会放一挂鞭炮，煎几个荷包蛋，点上香和蜡烛，以供奉土地公。过去那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荷包蛋，所以过了正月之后就等着过2月2了。北方地区在2月2节日期间有吃猪头肉、理发等的习俗。民间有句俗语叫初1、15火头粥，初2、16狮头肉。这天拜土地正神，可以保佑农业收成，也可以保佑生意人经商顺利，旅客旅途平安，甚至还保护坟墓不受邪魔的侵扰。供品3升，果品金衣符纸，茶3杯，酒3杯。求财者再加上5路财神金、土地发财金。祭拜点香后，先要对屋内拜一下，这是拜地基神，然后再拜土地公。在香火将要着完时，点火焚化金纸与书文，书文一定要念诵一遍才能焚化。如果是在店铺祭拜，可以在店内烧5路财神金与财神符，这样的话就会把财气引进店铺内，自然就会生意兴隆了。4. 龙抬头，道家9大吉利开运法。2月月见为卯，卯为生发之大象。在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中说，天意元始，正月见寅，所以正月份的时候就是寅月，而2月份自然就是卯月了。卯，12地支的第4位，五行属木，属相为土，卦象为震。卯在《说文解字》中是这样解释的：卯，茂也，2月万物冒地而出，象开门之行，故2月为天门。凡卯之属皆从卯。律书曰：卯之为寅冒也，寅万物冒也。由此可知，卯是指万物从地下冒出的意思，也就是草木都从地下面冒出为卯。卯也就代表着生命力，代表着生机，所以2月也是能量迸发、生机开始的月份。2月2日头抬头，万物复苏与四游，年年皎素光明亮，岁岁如意大丰收。因为龙抬头就意味着结束冬眠，万物复苏，昂首挺胸，扬眉吐气的意思。故自古以来，人们也把2月2这天作为了一个辞旧迎新、转来好运的日子。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，在2月2这一天道家9大吉利开运法。第1集，采龙气。早上卯时5点到7点之间，此乃卯月卯日卯时。出门面向东方，深吸6口气，冥想一团清气从头顶百会穴下行至丹田，充满脏腑，
整团清气包裹全身，然后步行向正东方走100步。玄虚提示您路上遇到行人要微笑致意，可惜财气旺气。此为第1集。第2集，剃龙头。农历2月20折龙升天的日子，民间认为在这一天剃头会使人鸿运当头，福星高照。儿童理发，叫剃洗头，借龙抬头之吉时，保佑孩童健康成长，长大后出人头地。大人理发，则寓意辞旧迎新，希望带来好兆头、好运气。故民谚说2月2剃龙头，一年都有精神头。每逢这天，家家理发店都顾客盈门，生意兴隆。另外，民间流传正月剪头死舅舅的说法，很多人腊月都不光顾理发店，直到2月2才解禁。每逢2月2这一天，家家理发店都是顾客盈门，生意兴隆。据考证，正月不剃头，原是思旧。正月为一年之始，犹如一日之晨。正月1个月不剃头，以缅怀传统。思旧相言祭酒，遂勿作死旧。第3集，吃龙食。2月2龙抬头，自然要吃点和龙有关的传统美食，寓意吉祥的大餐，为新的一年开个好头。这一天在饮食上也有一定的讲究，因为人们相信龙威大发，所以这一天饮食多以龙为名。这些习俗寄托了人们祈龙赐福，保佑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。第4集，放龙灯。黄河三角洲及一些沿河地区还有放龙灯的习俗，不少人家用芦苇或树秸扎成小船，插上蜡烛或放上用萝卜挖成的小油碗，待到傍晚时分，放到河里或湾里点燃，为龙照路，借此娱乐，同时又传递一种美好的祝愿。第5集，为粮仓。农历2月初2清晨，北方很多地区的村民早早起床，家庭主妇从自家锅灶底下掏一筐烧柴和余下的草木灰，拿一把小铁铲子铲些草木灰，人走手摇，在地上画出一个个圆来，为仓的圆圈，大掏小，少则3圈，多则5圈，为单不为双。为好仓后，把家中的粮食虔诚地放在仓的中间，还有意撒在仓的外围，象征当年的大丰收。第6集，祭社。南方2月2仍沿用祭社习俗，如在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等地区，既有类似龙抬头节习俗，又以祭社习俗为主的新2月2习俗。由于地载万物，聚财于地，我国南方普遍奉祀土地神，又称社神、土神、福德正神，客家人称土地伯公。2月2社日主要是祭祀土地和聚社会饮，借敬神，于神而于人。第7集，开比礼。2月初3为文昌诞辰日，文昌是主宰功名之神，
该日文人雅士进奉文昌，求科举登第，在这一天敬奉文昌神，让文昌神保佑孩子学业有成，科举高中。旧俗，儿童在2月2这天行开笔礼，表明开始正式学习。过去的读书人要行4个礼，即开笔礼、进阶礼、感恩礼和状元礼。其中开笔礼是人生的第一次大礼，开笔就是开始写文章，仪式主要有拜孔子像，讲授人生最基本的道理，赠文房4宝等内容。现在很多地方也恢复了这项活动。再一方面，2月2的很多习俗与龙相关，这天入学也有望子成龙之意，寓意好彩头可以让孩子更容易出人头地。第8集，敲龙头。东北部分地区在2月2早晨以长杆击打房梁，谓之敲龙头，把龙唤醒，又一方平安。大人小孩还念着2月2，龙抬头，大仓满，小仓流。有的地方在院子里用灶灰撒一个个大圆圈，将五谷杂粮放于中间，称作打屯或填仓，预祝当年五谷丰登，仓屯盈满。第9集，引乾隆。龙司水，水润而生财。有些地区盛行在2月2这一天引乾隆，当然引的方式也略有不同。例如，有的在水壶里放置几枚古钱或硬币，到家附近的水井、流动的河或湖泊打一壶水，一路细洒着回到家，将壶里的水和硬币倒入囤水的缸里，以为龙寻水迹引而至家。有的则用铜钱拉红线回家置于瓮中，有的则以煤灰为引钱。小编提示您准备4枚1元硬币，清洗干净放置水壶里，清晨喝上一杯。有缘之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请以点赞回应，回复一句鸿运当头。我祝你一整年都走运，福运满满，步步高升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积累无量功德。